大家好，木兰诗中提到说：“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我今天要改一改这个说法了，就是税务闻风至，磨刀霍霍向民心。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话说2018年，范冰冰偷税漏税事件爆发之后，影视行业的纳税人们便开始了认真自查、积极自纠的工作。根据国税总局的自查自纠的要求，这次轰轰隆隆的影视行业自查补税，需要对2016年到2018年这3年之间的税收进行一次性的补缴。于是乎，2018年底，各种自查申报的税款累计就已经达到了117.47亿元，入库115.53亿元，成绩相当的斐然。为什么我会说成绩斐然呢？要知道影视行业的龙头大哥，也就是那个华谊兄弟贵为 A 股的上市公司，2016年到2018年的所得税也一共才交了5.09亿元。同样，在这3年里，个别明星们有意无意的漏缴的税款，加起来就是一家影视圈巨无霸企业所缴纳税款的23倍之多，不可谓不惊人。可见大牌明星们扎堆逃税的情况有多么的严重，而且仅仅小3年的时间里，光靠逃税就能轻轻松松的多挣了几个亿，几个爽，真的是让亿万万吃瓜的群众们羡慕嫉妒恨了。有意思的是，按照2017年的中国名人收入排行榜，税务总局就约谈了杨幂、杨颖、黄晓明、赵丽颖、赵薇、章子怡、吴亦凡、鹿晗等等明星，而且这些被约谈过的明星们都是通过惯常的明星工作室的方式来避税逃税的，因此不少明星们名下的工作室都不止几家。当时的鹿晗名下的公司就有13家之多，吴亦凡就更加夸张了，通过母亲和表哥的方式拥有过高达28家的公司，所以大家闭着眼睛都能猜得到明星逃税的多少跟名下注册公司或者工作室的多寡完全脱不了关系。至于说拼命三娘赵丽颖的工作室，我也曾专门聊过几期，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当时间来到了暴风骤雨无休无止的2021年，新一波的税务严打终于又开始了。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8号晚突然之间发布了一纸的通知，声明近期将严查明星们上年度的所缴税缴纳情况，而且要对所谓高风险的艺人们进行1对1的重点的照顾。在这个诡异的时间点，也就是在周末的晚间，突然之间发布的这个查税的公告，震撼力度实在是不小，算是把娱乐圈所有已注销或者未注销工作室的明星们周末原本还算轻松愉快的心情彻底的粉碎了。要知道，这次的自查自纠是带着社死紧箍咒的，也就是说，这次瞒报漏报的后果注定是永不翻身、不堪设想的。而且重点之中的重点，您注意到了没有？那就是这次还居然出现了1对1的那种绝对让大老虎和小苍蝇都闻风丧胆的纪检的手法。或许在我们这些吃瓜人的眼里，这些都是字面上的游戏而已，而对于当事人而言，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特别高效的办案手法了。9月20号，当不少赵丽颖、王一博的粉丝们都在翘首以待野蛮生长正式发布官宣的时候，恐怕没有人会想得到9月18号的晚上突然之间出台的税务严打的公告，已经让所有，没错，是所有巨星大咖们都陷入到了不交代财产就面临社死的高度的恐慌当中去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无论哪个剧组方或者哪个投资方，都注定没有人愿意冒险跟一个有偷税漏税嫌疑的大大小小的明星搭上任何的关系，无论他
是谁。因为贸贸然进组和开境的话，都必须承担被突然间下架、被最终牵连的一损俱损、不堪设想的严重的后果。我说了这么多，您来说说吧，野蛮生长会冒险吗？